些难，向前看看山红年年，那些不知所措的遇见，还会点烟但愿如从前。人们说这世界美好但有些孤单，我拥抱全世界，追寻着有你的温度。我们从容自若生活家，反正不必害怕。我们用心经营生活家，快乐永远不长大。人们说这世界美好但有些孤单，我拥抱全世界，追寻着有你的温度。我们微笑如花，生活家保持一抹优雅。我们用爱点缀生活家，快乐永远不长大。你是生活家。妈，你看到我手机了没？没有啊，我正要问你呢。你不是想去顾飞那儿吗？怎么现在还留在非凡呢？一直在找机会，最近老有人辞职，程总看着一天比一天憔悴，我总感觉现在交辞职信跟落井下石一样。而且这几天又联系不上陈劲峰，所里跟瘫痪了一样。敏丽姐还在疯狂招人，我还是留下来再多帮几天忙吧。什么程万阳啊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给自己挖那么大一个坑，是不是运傻提前了？哪有什么运傻呀，都是假的。妈妈带孩子累的呗，就跟当初你带我一样，谁带谁傻。可是他到底怎么想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妈！哎呀，怎么啦？所里给我发项目奖金了，10开的项目，好大一笔啊！真是不少啊。那正好，这下你走得更没有牵挂了。我不是担心我去顾飞那儿，程总就不给我奖金了。那当初钱经理、卓西姐他们走的时候，他也没多为难啊。嗯。可现在，也不是发奖金的时候啊。我估计呀，他这是想留你。程范阳一想，他的兵都跑顾飞那儿去了，就剩这么仨瓜俩枣了，那留一个是一个呗。这给的真是不少啊！走，吃饭。来，打鸡蛋。不恼。喂，你好，陈同学，这里是非凡会计师事务所，今天通知您了面试。程总，哎，程总，之前2面通过的人今天就要回邮件了，陈总一直不在，您说这人咱们是要还是不要啊？我也联系不上他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跟我进来一下。哦。我看着办，我怎么看着办啊？这人又不是给我招的。这是，打开看看。这是给你的推荐信，以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这是我在不同大所还有一些企业工作的朋友他们的联络方式。你跟他们说是我推荐的，他们一定会对你感兴趣。程总，但我估计你用不上这些东西。你也准备去顾飞那，对吗？
老钱当初是我带进来的，一直都跟着我，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牵挂。我们是共事关系，并不是什么亲戚关系，没有什么不好开口的。你如果想休假，我可以先让你缓2天。最近所里兵荒马乱的，我可以留下来再多顶几天。项目奖金不是发给你了吗？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好开口的？你这是在赶我走吗？人都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呀，有什么要求还不能明说的吗？差点忘了，我和你的保密协议，你签了就算解除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肚子马上大起来，想藏都藏不住。你说这是你的选择，可我还是不懂，为什么？人都是权衡利弊去做选择的，我不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。邱东娜，我之前对你的判断是狭隘了，你会是一个优秀的主管的。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山水有相逢。明丽，你帮东娜办离职手续吧。你要不着急啊，就再等我2天。前面积压的手续还没有走完，新人又要招，合着现在全所就我一个人最忙了。那所里还剩下谁啊？陈总和程总都在，他们可能真的想大换血吧。他让敏丽姐给我办离职手续。这样不是更好吗？你没有任何牵挂，什么时候过来？敏丽姐最近忙翻了，说缓几天再给我办手续。正好这几天我也把工作处理一下，好交接。不过程总还没找到跟我交接的人就是了。我怎么感觉他这次果断决绝的程度，不像是在跟你切割，倒像是料理后事啊。现在不是你独立思考的时候，反正你尽快吧。不说了，有个重要的客人要过来。好，拜拜。总好。你真的，你晚上聚餐去不去？你不去我也不去了。你没啥事你就。严总，严总，哎，恭喜恭喜啊啊！你这里很个性嘛，是你的风格。仓促了一点，有很多地方还不够完善。但是我的风格哪需要什么带屋顶的事务所？一张旧报纸往屁股底下一垫，我就能开工了。但没办法，手底下人太多，都是带过来的人。虽然大部分都在外面出差，但人家回来总得给人家一个像样的办公环境。听说你把整个非凡都搬过来了，进去看看不就知道，都熟面孔，认认一下。好，谢谢您的花篮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哎，严总喝咖啡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之前还纳闷呢，你和程凡阳合作的好好的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？谁想到是出了这种事儿啊？实名举报啊！看来这华兴市的贺总是把他手底下人给逼急了呀。是不是贺总手下那个叫什么姓李的叫李什么的？什么李什么呀？是猛男。他从毕业进华兴时就跟着贺了，被这个贺和陈景峰啊那么搞事情吓得辞职了。估计是后来想想，怕出事情自己担责任，直接拿证据举报了。哎，顾飞啊，你这一招划清界限可真迅速啊！哎，听说这个陈景峰被抓了，是不是真的？
正他已经失联了。陪一下严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去喝口水。来，严总，您喝咖啡。好好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，喂，陈金峰被抓了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早离开事务所了。行，你别说那些有的没的，你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，不管真假。审计造假了，陈劲峰跟贺总监沆瀣一气，出具证明文件失实。不可能，陈凡阳不可能看不出来，他也不可能在那样的报告上面签字。你说，陈劲峰现在已经被抓了，陈凡阳估计也悬了。喂，你好，是非凡会计师事务所的邱东娜吗？我是辖区派出所的。程帆阳是你的领导吧？是。他的事你知道了吧？什么事儿？现在有个关于他的案件，需要你配合调查。明天上午9点，你来一下辖区派出所。哦，好。你现在马上到陈凡阳的办公室里面，让他打电话给我，10万火急。这是怎么了？程总被警察带走了。啊？陈总好像前几天就被抓走了，所以这几天才一直联系不上。什么？汪律师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咨询过你了？他当然没跟我说。不，别提，我快被他气死了。我100%的相信他，我配合他拆伙。他只说自有安排，计划周密，其他什么也没说。我跟他你知道的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他这一次胆子这么大。行，那你稍微帮我留意一下，保持联系。哎，警察怎么说？没怎么说，就问了一些华新石的事情。陈帆阳不可能在不实证明上签字，任何人都有可能，可是陈帆阳绝对不可能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程总他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我想应该跟华新石那几10亿的融资有关系，但他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干什么都有他的道理，有他的计划。我能做的就是毫无保留地相信他，这是我们之间一直以来的默契。默契？这么说，你跟他拆伙的事情，你们沟通过？算是吧。所以你把所里全部的人、客户、项目能带走的都带走了，他是知道的。现在他被抓了，怀着孕被监视居住，你全身而退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连问都没问清楚。我怎么没问？他不肯说的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毫无保留的相信他，配合他。他不想说的，我也不想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这是最起码的尊重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连我都能看得出来，你不可能看不出来。如果只是华新石融资的事情，他根本没必要违规签字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要保护非凡所有有形的、无形的资产、客户、同事，包括事务所的商誉。我只能揣测他的行为。她是一个孕妇，你不能用一句以你对她的了解就让她揽下所有的责任。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有内情，其他的当然只是我的揣测。陈总和陈劲峰不像是其他人以为的那样，我觉得他们不是情侣关系。陈凡阳这么做一定有他的计划，他不想牵扯其他人，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，我们得尊重。尊重？尊重什么呀？
一个得了绝症的人不想拖累家里人，决定去自杀，这也需要尊重吗？根本不是一回事。怎么不是一回事儿？如果程总为了我们所有的人牺牲了，你现在在这里跟我谈尊重，不可笑吗？我比你更了解他，他一旦决定的事情，其他人对他的帮助，对他来说就是负担。陈帆阳怀孕的事情，我知道的比你们都早。你？我在医院里无意间碰到了她，她去挂了急诊，以为自己流产了。那时候我就知道她怀孕了，而且她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。什么意思？她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她先生的还是陈静峰的。你知道这些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他当天就跟我签了一份保密协议，我不能说。怎么现在又说了？他为了让我走，解除了这个保密协议。这倒是很符合他的作风。他连这种事情都打算自己硬扛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承担所有事情的后果，以至于他现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已经不会呼救了。这是你用自己的思路在揣测陈凡阳，他是你的老板，你得相信他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现在只能看见10米，他是连100米外的沙子长什么样子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事不用讨论了，你马上到我那报道，别辜负陈凡阳对你的安排。律师那里我会跟进的。我不去，不去。我不会给自私找借口。这种时候，我绝对不会丢下他。财经从多个渠道获悉，近期华兴石20亿融资计划落空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此次华兴石融资计划落空，疑似卷入财务造假风波。不放心，为什么不跟着顾飞的车去公安局接他呢？谁还没有个年轻谈恋爱的时候？我一个老妈子天天跟着人家，人家不嫌烦吗？回来啦？呀，哎，顾飞呢？他有事儿，回去工作了。吵架了？没有，我洗个手来帮忙。警察为难你了？没有，就是正常了解情况。我中午还和警察一起吃了他们的盒饭。娜娜，你真没跟他们一起搞那些坏事吧？啊，陈凡阳给你发的那些奖金，要不该是咱拿的，咱赶紧给人退回去啊！妈，拿奖金的是另外一个项目，出了事儿的那个项目，我去了半天就被踢出来了，跟我半点关系没有。哦，要真说起来，我还是受害者呢。工作第1年，先是被辞退，现在好好的事务所又因为这个事情散架了。行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你还拉着个脸干什么呀？又不是陈凡阳进去了，你就真失业了。你不是早准备好去顾飞那儿了吗？我不去顾飞那儿了。啊？那你准备干什么？陈凡阳的事情，我一直都觉得里面有内情。他就好像是一个知道船要沉了的人，先把其他人先送上救生艇，自己一个人留下来了。要我觉得，这件事情，陈凡阳肯定是疯了。顾飞决定陪他一起疯，还口口声声说支持他的决定，信任他，为他好，这能是为他好吗？他们俩全疯了。妈妈不明白，你是不是觉得陈凡阳给你发了那么多钱，他现在进去了，你心里不落忍？可是你留在所里也没什么用处啊。有没有用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想试一试。我对程总的印象从一开始不喜欢、害怕，到现在慢慢被他改变，变成了欣赏他。有时候我甚至都觉得我们俩像朋友一样。他现在出了这种事情，我会担心他，非常担心。照你这么一说，
妈妈也觉得情况不对。你也别觉得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呀，不是，你们那些案件啊、官司啊，我是一点都弄不明白。但有一点我知道，她怀孕了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没有做过母亲，你不会理解那种心情的。一个女人一旦要当妈了，一旦想要留住这个孩子，她都会拼尽全力去保护他，刀山火海在所不惜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这个程帆阳他怎么会以身试法，让自己坐牢呢？哎，来。汪律师是吧？对，你好，走。谢谢您能过来。谢谈不上，我是范阳的律师，也算他的朋友吧。他现在的情况比较被动，所以任何人能提供一点点线索的，我都会来接。我是从实习开始就跟着程总的新员工，到非凡不到1年，华兴石这个项目，我根本就是个局外人，在专业上能提供的帮助比较有限。但是我想见见程总，您能帮我安排吗？因为她现在在怀孕，所以被监视居住，见面恐怕不行。那我能打电话给她吗？汪律师，您可能不知道，我跟程总签过一份保密协议。保密协议？他和陈金峰的事情，我都知道。程总，是我邱东娜。你还好吗？很好啊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再也没有比这更踏实的。为什么连律师也不能说实话？什么意思？你跟陈金峰的事儿，不是别人想的那样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肯跟律师说实话呢？他说的是错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酒后跟他睡了，也不可能因为这事儿就给他签字。这已经不重要了，说与不说，其实没有什么分别。我跟陈建峰的那一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。那天晚上，我跟老白吵架，心情很不好。陈劲峰他约我出去喝酒，而我去了。喝了多少，我自己都不记得。后来，我觉得头很痛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样回到酒店房间的。直到早晨，我被闹钟吵醒。我醒来之后，我发现陈建峰光着身子躺在我旁边，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就像是一层冷冷的蛇皮蒙在我的皮肤上。接下来陈建峰的态度我很不喜欢，他说是追求，但其实是骚扰，是轻浮。之前我一直吃不准陈劲峰的态度，直到他拿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逼我在审计报告上签字。我怀疑他很早开始就收了华兴石的钱，
他已经下不了贼船。所以，你就选了这么一个鱼死网破的方式，宁可不要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也要惩罚对方。我完全没有办法证明，那天晚上我不是自愿的。所以对他来说，最大的结果，就是什么后果也没有。如果那时候我拒绝签字的话，那结果只有2个：我举报他们，而我的照片立即曝光；我委曲求全的话，跟他们解约，那他们就会找愿意配合的人继续融资，而这影响的是千千万万的人。我绝对不允许这2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那你都敢这么硬拼了，为什么不能直接拿着照片向警方举报他呢？我跟陈建峰那晚之后，我发现我怀了孕。这个孩子虽然有可能是我跟陈建峰的，但也有可能是我跟老白的。所以我决定跟老白离婚。我只想要整件事情赶快完结。可你明明就是受害者呀！如果是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你真的很勇敢。如果我有个女儿的话，我会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告诉她，不要害怕，要勇敢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永远都会在后面支持她。即使是被拍了裸照，也没有什么好值得羞耻的。女人的身体很美，要感到羞耻的是那些偷拍、观看的人。可惜我没有这样的妈妈，我从小就被塑造成现在的样子，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。虽然我不会选择跟你一样的解决方式，可是程总，我愿意理解你的选择。毕竟人和人本来就是不同的。这是利益最大化的方式，陈静峰会得到他应有的惩罚，而那些照片永远不会被人看到。那些因虚假报告出资的金融机构不会再受骗受损。虽然非凡换了个名字，但事务所保住了，而我也可以安心待产。如果要说有什么损失的话，那应该是老白对我的误解吧。我很想跟他说声对不起。程总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跟你说了这些，我心情好多了。你就好好的回顾菲那继续工作吧，你不要再担心我了。我没事。东娜，谢谢你。我看过太多受害者的案例，我很同情他们的徒劳无痕。我从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我无论如何，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1年零9个月，你轻描淡写一句对不起都带过了。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？全校都在扒我的皮，各种谣言满天飞。但邱东娜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，而是你们班的每个人都让我感觉恶心透了。
独特的意义，陪自己不离不弃，勇敢找寻那一个自己，不敢辜负这命运的心。若相信前方是我的天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李楚宁，我太坏了，我当时就应该站出来，我应该替你说话，我不应该事不关己，我太懦弱了，对不起。秋冬娜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谁又得罪你了？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怎么又招你了？我这是正干活呢，怎么就不是好东西了呢？6号桌的串儿，你告诉他没了，给个免单。这不在手里呢吗？啊？你这上来个本地推荐，咋还飘了呢？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你说怎么回事到底啊？娜娜的老板，一个女人怀着孕，她老公要跟她离婚，那个陈锦峰都跟人家那样了，还威胁人家。她的合伙人顾飞干脆就不管她了。这干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不干我的事儿啊？都是女人都当妈，她多难呀！想起这事儿，我都快心梗了，一口气就堵在这儿啊，吞不下吐不出的。哎呦，太憋屈了。哎呀，那能怎么办呢？你怎么才能让你舒服呢？咱不能就这么看着，咱得帮帮他。咋帮啊？他那官司你懂还是我懂啊？啊！我出门喊，我说那个有审计的，你们谁懂啊？我敢说这一屋人，包括外边排队的，没有一个懂的。哎，你就不好奇，那孩子到底是谁的？要是她老公的，她老公不得管她呀？那万一是那姓陈那小子呢？我看不可能。你以为怀个孕跟喝口水那么简单呀？我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以前说那孩子肯定是陈锦峰的。我说过吗？我能那么说吗？那是我不了解以前他们什么情况，以为程帆阳明明跟陈锦峰好着呢，在别人面前还装正经。现在你看看这些事儿，程帆阳多好的一个人呢，明知道自己要被抓了，先把我们家娜娜的奖金给发了。哎，老天爷可不能糟践这样的人。那孩子肯定是她老公的。孩子是谁的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你想啊，要孩子是她老公的，她老公不得管她呀？就算不管她，也得管孩子吧。哎呀，她现在这么个自身难保的情况下，她还能指望谁呀？哎，你说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孩子他爸是谁给验了？哎，就跟电视上演的那样，一口唾沫，一根头发就给验了。5号桌。等会儿。真没想到陈帆阳跟你说这么多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尊重他的选择，尊重他想要保持的距离，他当然不会告诉你了。而且你是个男人，又是他最看重的合伙人，他不会想要你知道照片的事情。我可能就是他说的那种没有边界感的人，一脚踩进他的领域，他就告诉我。有可能，但他现在说这些事情跟案子有什么关系？陈劲峰的威胁是口头的，没有证据。那些照片如果有，那为什么金井没找着？陈帆阳自己也承认，他是不可能会被这些事情威胁的。如今的局面是按照他的计划，
一步步达到惩奸除恶的最好结果。除了把他自己搭进去，确实是最好的结果。冰袋没了，用这个代替吧。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激进、疯狂，稍有不慎，全盘皆输。陈劲峰就是算准了这一点，可是他没算到程总能把自己也豁出去，真是可笑。非凡最后居然毁在这种人手里。从你办公室拆下来的，我捡回来了。我还记得当初，我跟陈凡阳2个人在刚装修好的办公室里吃着盒饭，筹划将来。那时候哪能想到会变成今天这样啊？除了公布照片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其他陈劲峰胁迫陈凡阳的证据，我们一定可以帮到程总的。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。现在事情还不够明确吗？陈凡阳从头到尾都没有跟警方坦诚过他被威胁的事情，而且他从陈劲峰那里收了华兴石的钱。不可能，陈劲峰收钱我相信，程总怎么可能？从陈劲峰接手华兴石项目，就开始从贺总监那里拿好处。贺总监指使人做假的出库单、入库单。陈劲峰命令非凡现场的负责人刘经理出具了调整。可我记得程总当时明明是发现了问题要追查的呀，因为照片他被迫签字，这个我知道。可是收钱他绝对不可能。我也觉得不可能，但事实就是事实。我也是刚知道，陈劲峰现在反咬一口，他说是因为陈凡阳的授意下他才这么干的。毕竟陈凡阳是高级合伙人，就逻辑上来说没有问题。陈劲峰的鬼话你也相信？当然不信，但我还是搞不懂陈凡阳为什么会收钱，而且那些钱独立开了一个账户，一分没动。他是想把这些钱当作证据，但我实在想不通，他为什么要收？他可真是铁了心要自己扛了。但你说的对，非凡就算要毁，也得毁在我和陈凡阳手里。我这个 HR 的主管位置就一直给你空着，一开始就想带你过来。非凡需要我，我那个时候还不能走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不需要了。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。我需要你尽快过来上班，而且我需要尽快找财务。财务？之前非凡的小李他们不是都跟您过来了吗？而且我看他们就在外边上班。我尽快安排招聘，在招聘网上发布需求，再联系下猎头。听说华兴石的孟楠最近离职了，先跟他谈一谈。华兴石，顾总，您这是？对，就这儿。哎啊，你这办法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你就听我的，没错。
程帆阳她老公就在这儿办公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干什么的呀？程帆阳在能一住着，她的名片，她老公的名片，我捡都捡了多少回？她穿多大码的内衣，穿多大码的鞋，我没准比她老公还清楚。那个，我先发誓啊，将来我肯定不会出轨的。你这也太吓人了。你也没那本事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这些信息我能看到，警察肯定早就看到了，没什么用。哎呀，都忙着呢，到这儿吧。好嘞。重大发现啊！重大发现！什么重大发现？不是，这刚擦完的地，你们这给你一个，不是再擦呗。来，请看啊。这个烟头，是不是就能验程帆阳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她老公的了？啊？不够，这儿还一根头发。哎，这是我跟你王叔商量出来的办法。这些东西都是从程帆阳老公的办公室拿的。对。电视上不是演了吗？一根头发一口唾沫就能验 DNA。对。要是能证明程帆阳肚子里的孩子是她老公的，那这些事情不就都好办了？她老公那么大的本事，得帮他吧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帮不上，那程帆阳现在怀孕了，心理上也能有个照应。可这根本验不了啊！怎么验不了？你去找程帆阳的律师，让他的律师弄一根程帆阳的头发来。不是，你怎么证明这个烟头就是白有心抽过的？那他办公室里就不能来个客人吗？还有这根头发，也可能是你们进去收烟头的时候掉的呀。总不能把这些头发、烟头都拿去测 DNA 吧？再说了，还有孩子，你怎么说服程帆阳让胎儿取样啊？是啊，怎么能证明啊？对呀，怎么能证明啊？眼下能帮得上忙的就是找到陈静峰胁迫程帆阳的证据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不管是谁的，他都要生下来。我说你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八卦别人的隐私，净帮倒忙。我八卦他隐私啊？接受时间的一切，城市赞美着残缺，白日梦中的蔚蓝，大到退却的世界，拒绝带刺的温暖，拥抱甜美的谎言，等待泪水滑落瞬间，捕捉那一刻的甜。在我拥有我之前，在你走向我之间，在绝望中不凋谢，是只写生活的线。在我拥有我之前，请你跟着我默念，爱能让人多坚决，多晚都不晚。在我拥有我之前，在你走向我之间，还有什么不能微笑和解？那就告别。在我放下我之前，让时光多偷看一眼。你看未来多遥远，现在我发现，最好的我就在眼前。